你们没有发现我玩鳄鱼打到30分钟是个 C 吗？对吧？你们的玩鳄鱼选出来就开始走下坡路，走着走着走到中路2件套，打不过了，就开始成个工具人。你没发现我30分钟的时候我是个 C 位吗？优势鳄鱼打团暴毙，不知道打谁，被长手6，这说白了是不会出装备。打团不知道打谁，说白了是不知道怎么出装备。你装备出好了，你打前排，前排顶不了你伤害，你定谁死谁；后排吃不了你伤害，也是你闪现定谁死谁。打团暴毙，不知道打谁，问题都在装备不知道怎么出。先把这个给你们前讲一下大概的框架。版本第一出装没有什么争议，战斧15影魔刀，在单线战斗力足够的情况下，照这个顺序出，就是钱都是那么多钱，对线优势，防御塔镀层，补刀跟着时间走。在同样的发育的情况下，最猛的装备就是战斧15影魔刀。缺点，单线打不过某些特定英雄，因为你路上会碰见你战斧对位，人家也是一个神话。我们假设鳄鱼战斧打不过青钢影分离者，那你战斧那个点就会被他抓到，你打不过他，你就买不出，不能很顺的买出15，对不对？所以才会有后面的破败这种出装。但是整体核心最 C 的，在你单线无障碍的情况下，最 C 的就是这套装备。3件套后面跟着阵容补，这个就什么都能补，就是它不是核心就无所谓，什么黑切啊、蓝盾啊、春哥啊、狙9啊都能买，就不影响。我只讲核心装备吧。第二套，因为战斧打不动肉，全能吸血又被烂大街的小反甲所克制，所以有日炎第2套出装，打那些坦克我用了很多的出装，可以是黑切日炎，也可以是狙9日炎，常用的。我说大体系吧，小东西我就不说了。你看我这里把黑切日炎的那套分了2个种类，我把黑切跟日炎的分2个种类，其实大体系就是战斧一系、日炎一系、破败一系，大体系就是这3系，其他的挺进暗爪都是比较少的特定阵容。简单点来讲，就是顺风爆 C， 战斧15那套打肉，日炎那套可以黑切日炎，可以狙9日炎，然后接着补数值。然后第3就是破败那套，就是会出现那种一件打一件打不过的情况，你用破败去对位他的第一个大件。第3套团战思路的话，你照这种装备买团战没有思路，你咬谁死谁，真的就是咬谁死谁。只要你装备好，你无所谓打前排还是打 AD。你跟我说你是怎么出装备的嘛？你打团暴毙你摸不到人，你是怎么出装备的嘛？装备是为了打团而出的，装备是为了打团而存在的。你从出装备的买装备那一刻起，只会考虑一下合成路线对线舒不舒服，在边线玩不玩的明白。但你终归是要去打团的，到最后你也知道，装备是为了打团去出，而路上同时又能兼顾对线，优先级你要得搞清楚。我不出破剑者，我很少出破剑者。没发现我这几天个把星星你都见不着这件装备吗？就战斧15影魔刀，是不是无脑战斧15影魔刀嘛？一套装备不够用，真的不够用。鳄鱼每个版本都不够用，鳄鱼青龙刀版本我都不出青龙刀。你们一直说什么青龙刀版本鳄鱼多厉害多厉害，我那个版本我压根不出青龙刀，我只是会出，我压根不会无脑去买。鳄鱼每个版本都是有好几套出装的，比如说现在前讲就是3个体系，战斧一系、日炎一系、破败一系，3个体系。说这最简单的了，每一系你还得做分支，不同阵容，比如说你战斧15跟战斧黑切有区别在哪？战斧15是团战向的，而且这2件特点是没有血，上单有很多那种百分比英雄，又有破甲，你被他们砍起来就会很难受。比如说诺手，他自带护甲穿透，他又有真实伤害，你战斧15，你只有战斧的300点血，他砍你起来就跟砍菜一样，就会被他越战。但你这个时候你买黑切，你高 CD 有用，2你黑切提供的生命菜也有用，所以有时候战斧15跟战斧黑切区别就在这里。黑切有血，还有黑切还有什么作用呢？它有时候比如说它 CD 给的比15多，再加上它又有一点额外移速，鳄鱼在高 CD 并且有移速加成的情况下，它没那么容易被对面风筝。比如说你打个男枪，你一剑杀他一剑，你杀他对线期乱杀他，但他一个3件套3件套左右，2件多吧，2件多3件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战斧15系的时候，你明明比他有钱，但是就打不过他了，战斗力开始跟不上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战斧15的路上，你追杀他没有效率，让他刷兵刷得很舒服，你吃一波线，他也吃一波线，等他吃到两件多的时候呢，你那个时候你钱已经花去买什么影魔刀啊，买去春哥啊那些装备去了，你的装备就不是为他量身定做的，你得知道。每一套装备都是用来干嘛的呀？你问我出装，我把装备老底都给你们说了，你别真的别觉得太复杂，别觉得那个，
每个版本的鳄鱼都起码有2-3套装备。我是大概给你说一下出每件装备的名装备都大概是什么道理，一共也就是个百把个字，想把一个英雄玩好远不止这几个字。这你都嫌烦，这你都嫌复杂。破败不是配强攻，天赋是用来打前几级对线的，天赋是用来打对线的，装备是用来打对线，然后再看一下整体阵容。天赋我一般就看对线，比如说征服者有征服者的手法，强攻有强攻的手法，对位这个英雄什么手法好用，然后你再去给这个手法配天赋。比如说青钢影 W 你的一瞬间就是青钢影最脆弱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很适合一上去咬他一口红的 W， 无论破不破盾，然后这一回来白打他一套，对不对？这就叫手法。你这样你在打这一套的过程中，如果你带征服者你触发不了，带强攻你触发了，所以我带强攻去打青钢影，是这个逻辑。你打这个英雄就是因为你们两个英雄的技能精致，什么时机上最好，消耗打到哪里最好，再去根据这个手法来带天赋。对线打不出你这种优势，你就得跟着我，就基本上完全跟我按照我的来，我一级教你怎么站位，怎么开始换血。因为你一级杀人，一级开始压制，跟你4-5级对平台打赢过拿的1血它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你从开局就开始压制的，因为开局12个刀，知道吗？开局有12个刀，你让对面补刀，对面死回家，对面都有装备出，你不能让对面这么疏忽补刀。对线就是从出兵之前就开始了，开始抢身位，开始搞了。你要被压在塔下的鳄鱼，你拿一波单杀，那对面也很有钱，你出门杀他第2次还是麻烦。你从1级就开始压了对面玩不了的话，差距会很大。我打剑魔诺手铁男前期被杀一波或者被打野抓一波，就是感觉翻不了身了。剑魔诺手铁男不一样跟你讲铁男不一样，铁男是杀完你之后他会，你看他出装吧，反正现在主流是出护甲的，出小反甲那种布甲鞋，再去搞自己的神话装。他如果直接出神话的话，鳄鱼劣势很简单，鳄鱼劣势就出点肉就完事了。比如说你打剑魔，不过打剑魔劣势出肉也分很多种，有的局出小反甲，有的局是拉攻击力的。首先你得保证你打每个英雄他有一个大致的框架呀，有一个大致的手法呀，无论是顺风逆风你都得按那个手法去打的呀。你没有框架的话，你同装备对不起你都打不过，你逆风怎么换血呢？其实他们打每个英雄都有手法的。那你核心机制大概就是定人家一下，红的 W 咬人家一口然后跑，把距离拉开，这核心手法。但是打不同英雄它顺序它就是不一样呀。打铁男我建议你先买黑蝎，崩了之后先买黑蝎，看能不能黑蝎之后补破败，或者说黑蝎之后再补战斧会好一点，因为他的护甲装备打你战士装备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落手你得考虑手法，手法得好。剑魔你买那种小反甲翻不了身归翻不了身，你保自己发育为主嘛，等对面给机会。说实话，你让一个剑魔优势之后，然后你的换血手法又比他好，他优势又拿你没办法，这总是被你打一波打的头闷闷的，他会送的，真的他会送的。只要你拿劣势装备还能跟他稳住平稳的换血，这样你队友也帮得了你。你这种就是手法的问题。我有1/3的局也会被单杀，对吧？我每天在这里打，我有1/3的局也会被单杀，但没发现我杀完之后我上线接着玩吗？影响不会说很恶劣，这就是逆风之后的处理跟反应。军事有军事玩法，劣势有劣势玩法。我经常有崩的天崩的局，我都给他混赢了。核心思路在你劣势之后，你还得想办法吃到你线上的那些兵的经济跟经验，但是你劣势打不过对面会欺负你，你得保证你换血不吃亏，你才能吃到。所以这个换血不吃亏它要手法，但我们核心是干嘛？核心是稳住这个对线，想办法让自己吃到线再说，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在服务的。还有就是对线我拿到线权，有时候不知道该囤还是高速推，有时候为了消耗各种 EQ， 不知道是囤是推。你首先得知道你推线是为了什么。推线要么是为了越塔，要么是为了争取回城时间，争取游走时间。如果没有特别想做的事情，那就囤着呗，又能防gank，又能保证对面还不了手，压制，进行一个压制。开局嘛，
开局你每把都得有建设的呀，就是你每把对线开局之前你都得有个对线思路的呀。比如说你打剑魔，前期是不是你对手，1级拼到死是个平手，从2级开始不太是你对手，对不对？3级打不过你，那你应该怎么办？这种英雄你应该怎么办？你应该放线，逼他跟你换血。弱势英雄就这么打呀，你得放线跟他换血。有的英雄你3级不好打，那你就是只能一直推一直抢线了，让你自己先3级，他3级你再选择跟不跟他打，不跟他打你可以把线放回来，就是主动权。这每个英雄不一样的，你首先得知道你英雄强弱，再学怎么处理兵线。推线一定是有目的性的，没目的性没事干就跟他囤着慢慢推。你带着身后随时带着一大波线，你等于是带着半个打野，对面想跟你还手或者想抓你，他都得考虑那波线进去。而且你带着这种线，你死了你也亏不了多少。放线呀，你们说那种落手想办法放线呀，让他把兵线推进塔，到了3级以后不就正常对线了吗？回归正常对线了吗？鳄鱼怎么成功到3是门大学问，打不同英雄处理方式都有很大区别。大概思路就是你跟玩狗头一样，你去逛逛狗吧，你就知道了，狗头是怎么到3的，狗头比你鳄鱼还弱，你想办法呗。你鳄鱼讲道理，1级又有位移，又有回复，到3级你就有还手能力了。狗头3级以后还没有还手能力，还会被对面接着弄兵线。这种兵线理解这种东西，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悟的呀，真的日积月累这种东西。对线巨魔经常输，这英雄6级之后越级 PK 我，然后出破剑者拆塔特别快，队友没什么优势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巨魔就属于那种一套 all in 能力比较强的英雄，这种英雄他不止巨魔一个，比如说巨魔、蛮子、剑姬、诺手、万豪，多的是这种技能，多的是这种英雄。你所谓的越级 PK， 说白了他就是 all in 能力比你强。你面对这种英雄的时候，你就跟他半套的打，就跟你打万豪一样，咬个红路 W 就跑，咬个 W 红路 W 就跑。巨魔是一个机制不完善的英雄，你只要对线期给他掐住，他打不出自己的东西，别说什么破剑者了，他根本打不出一个正常上单的作用。这还是从对线出的问题。同装备，你觉得不好打他，你可以考虑买破败，你咬他一个红路 W 配合个破白一个3环加速，咬了就跑，基本上咬一套第2套就能杀了。你对线期打得过吗？对线期这英雄说实话有点残疾的脸，你过了1级之后他都是罚站的，你打他一套他都不带还手的，他不是一个机制完善的英雄。你到后面说的出个破剑者拆塔特别快，你就属于是你单线拿捏不住他呗。因为正常我没发现我打游戏嘛，我是不让对面上单，我有时之后我是不让对面上单过河的，你连河都过不了，你谈什么拆塔呢？我不可能让你把兵线带进来。他能摸到塔，说明你单线搞不定他，你没办法把你的兵线带通关呀。你那条线边线，比如说1塔很好推吧，你单线优势1塔很好推嘛，推完之后你把兵线带到2塔底下，然后你去外面中路逛一圈，你不能逛太远，逛到下路去你肯定被掉塔呀。你逛到中路去逛一圈，等他兵线放回来了，你自己上线，要么杀他，要么把他赶走。多的是鳄鱼 all in 打不过的英雄啊，你打这种英雄得打体系啊，打半套，咬个红 W 半套就跑。你像奥拉夫，像你这样问奥拉夫不也打不过吗？对不对？猴子不也打不过吗？你得给自己留后手呀。巨魔要带 TP 点燃吗？没必要，这英雄点燃 TP 闪现挺有用的，点燃闪现就挺好的。这英雄还挺怕你闪现的，因为他本来就笨，很怕在关键时候被你闪现风筝一下。巨魔是个残疾英雄来的，你稍微躲点兵线过渡一下，而且你是可以跟他打拉扯的，你不让他 Q 第一下，你可以去用边缘 Q 嫖他的呀。这英雄3级之后就开始罚站的，你咬他一口，他手都还不了。你看直播看得多吗？我有时候口播多，有时候口播少。我记得，反正我有的时候是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在游戏里说出来的。看录播看不出来，你就看完整的对局能学到东西的。1局诺手过渡，我那个重开局杀了他2次，你在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了个重开局，然后3分钟杀诺手2次。哎，不都是站在兵线里让他砍一下嘛，然后兵线就过河了，然后就开始升3了，升到3级就正常对线了。对啊，跟万豪是一个道理的呀。只不过我3级以后，我不会去咬红路 W， 我不会去咬诺手的红路 W， 我只会跟他说，
因为诺手跟鳄鱼这两个英雄，说实话，到个就是你鳄鱼你一交易，诺手就会缩你，知道吧？你把他的血量垫到70%血之后，就可以打双红诺的斩杀了。不是你缩诺手，是诺手要缩你。你只要一交易，他要缩你。所以你只要保证你起手，他会缩你的时候，你有能力去反制就可以了。你不是主动缩诺手的。3个近战兵要放吗？经验肯定是不能掉的呀。1级过渡的框架就是围绕着3个近战兵的呀，你不能掉经验点，补不补倒无所谓。来，我给你大概模拟一下，你碰到诺手会怎么打。你说的那些其实我也都知道。我打诺手不是有个流程的吗？别带骨甲，别带骨甲。我觉得打熟了可以带剑的，你觉得不稳，你带个盾会更舒服。只不过过了前3级、3、4级要杀人的时候，你的盾会少伤害，所以我会带剑。开局往草里钻，你说的1级搞的诺手，他就会站住这个身位，你往后退一步，钻在这里，看清楚他退没退回去，对不对？然后等这个小兵出来，跟着小兵一起把这个眼点了，然后看他怎么说。他有的他直接就上线了，正常对线了，学 Q 线你就解了，学 W 你跟他第一波 AQ 换个 AW， 第二波就可以跟他说了，你 Q 8秒他 W 5秒嘛，第二波就可以跟他说了。然后有的还摁顶着这个3个兵绕的，你先退回去，退出经验区以外，因为这个小兵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他1分55才会死，等他快要死的时候上线学个 W， 跟那个诺手 AW 搞一下，打不死的，他一个 AW他打不死你的，再打一下第二波兵就上来了，你线就解了。这是标准的那个叫什么疾跑闪的诺手嘛？你是说点燃闪的诺手，你直接跟他绕后的呀，对吧？你直接跟他绕，他又不能交疾跑追你，追到差不多了，你一个双1回去，不就完事了吗？不就这几个框架吗？你说还有哪种打法呀？没了。点燃诺手打到后面，你对线给他打个5开，他打团很废的。你只要第一波你不炸就行了。他被抓怎么办呀？他这样压你，他被抓怎么办呀？你只要保证你被压的时候，你还有一个合理的状态，怒气就不错就可以了呀。你看上线，把眼一点，有的诺手好说话，直接就上线正常对线了；有的英雄诺手不好说话，他硬卡这个点位，那你就先退回去，对不对？等这个小兵要死的时候，你再往前压，配合3个近战兵加你的 W， 跟在这个点位的诺手，对不对？小接触一下，大不了让他打个玄怒。最坏的结果了，打个玄怒你也死不了，对不对？你跟他打一下，配合这个3个小兵亏不了多少的。然后这一波过了之后，这3个远程兵又没那么快死，等远程兵死的时候，第二波小兵就上线了，他搞不到你的。硬卡的话你就学个 W 吧，有的时候绕后了被他连到了，你就学个 E 直接双 E 跑嘛，在小兵堆里 A 他个1下2下，跟奥拉夫一样的呀， A 他个1下2下，他一扛兵线就解了呀。你是不是不学 W 嘛？你说这种是不是不学 W？文经验是文经验，他不让你文经验，他会把你赶出经验区，然后你怎么回到经验区去吃他那个小兵经验，并且又不吃亏呢？我教的是这个，不是说你知道文经验就能文到经验那么简单。就像阿卡丽文我鳄鱼经验，他要学 W 是一样，你文经验你不能掉太多状态，因为状态才是对线的根源呀。你去看我打诺手的录像，我一直都不学技能，对呀，我不学技能为的就是这个呀。我可能学 E， 可能学 W， 可能学 Q， 我都会学。对面诺手解了线，比如说他直接学了 Q， 我发现对我没压力，或者说直接学了 W， 并且又卡不到我的身位，我才会学 Q。解了线才学 Q， 没解线有可能要学 W， 有可能要学 E。你们就是上线就把技能学了，然后人家把你赶出经验区去学 Q， 去换血，把自己换的亏死了。打野只有一个，你是可以防住对面打野的。炼金带了掠食者，他就算推了第一波线，他上线你们终归是要对线的吧？他的装备，他的战斗力整体不如你，你把 gank 一防，这我一句话就能回答你，你把 gank 防住不就完了吗？打不过你就是打不过你啊，你这问的就是个伪命题啊！对面万豪一直带打野怎么办？对面诺手一直在带打野怎么办？但你在游戏的过程中，对面打野你会是被你掐住的呀，你是可以不让对面打野抓的呀，对面打野抓你，你又不死，是不给他吃到好处的话，对面打野也会崩的呀，你也有打野的呀。你这种掠食者是低级玩法，它没用。你把鳄鱼玩明白，我觉得自然就不会问这个问题。你游戏理解稍微好点，自然而然就不会问这种问题，因为他这种是野鸡打法，不主流。那说白了就是你自己杀心太重呗，血线保不住就杀心太重，强行想杀人，然后被对面打野捡人头，
这个版本的装备你没必要带起风的秘籍啊，我以前带过，你们以前起风的秘籍思路不是我提供的吗？只不过这版本它没必要，这版本带个强攻打就行了。很多问题其实在游戏的过程中都解答过，而且都解答得很通透的。当时你们不听，之后又拿这些东西来刁难我。你不会要我一句话教你怎么鳄鱼怎么打威恩吧？我打威恩我也经常被杀了，但我能赢他们这些英雄，因为他们这些英雄，他本身就他不是个主流英雄，他本身就是有一点恶心人的玩法。你只有在上路成功的恶心到人，他才能玩。你如果让威恩吃不满上路的小兵，你让他10分钟，他压你压着自己，他只有50-60个刀，都吃不到镀层，你队友杀他跟杀小鸡一样。你首先得，我跟你说，你首先就得建立一套，这个就是跟出装有关系，你得根据对面阵容，在开局阵容一确定就建立一套，只吃2个镀层，加15分钟150刀，2个镀层就能 C 的装备。我是假设啊，你得有这样的一套装备，你才能不起杀星。就说白了，你得把自己的进攻压力给卸掉。那个时间点，我只要升个11级，我只要兵不掉，我都不需要吃人头，我就可以很猛。你给我吃人头，我只会更快的做出我的核心装，我更快的 C 起来。你开局就得根据对面阵容想一套装备，装备的框架我也给你提供了。根据对面的种种阵容去做一些微调，你开局定了一套进攻压力很大的装备，你就会因此而急。比如说你打个青钢影，你觉得你战斧打不过他分离者，你就很想在前期打出优势，你就会急，一让你掉点兵你就受不了了，从而去送出更大的劣势。这跟出装是有关系的，我也没让你硬出破败，我是说打不出人头，只有一点小优势的时候，破败它是一个可选项，我没要你硬出破败呀。像你说那1000块它不好用的时候，就等于说你会因为那1000块第二波，你可以预判你第二波会面临的情况的嘛，无论是1v1 1v2 先锋团，你可以去预判那种情况的嘛。如果你很需要实时战斗力，那你就买战斧呀，对不对？不是要你硬出破败，我只是说它是一个可选项。对面赖着不给你打，只吃尾刀，你就出破败去治这种人，他给你打得很凶，那你就得买属性装，买数值呀，买战斧黑切呀，或者说战斧之后补破败呀，要会变通的嘛。你原定的框架是会因为种种意外情况而改变的。你这把准备出战斧，结果打个坦克连死2次，你就回头转手买日炎嘛，回家什么洪水晶不甲一掏你杀我嘛，打不到大后期的，这咱们打不到大后期的，可换3项也不是一定要换，3项主要的是多一个格子，多一点拆塔速度而已，主要是多一个格子，知道吧？它可以卖鞋，打不到大后期的，100局出1局大后期，而且还得是打低分段，打你的低分段，比如说你钻石水平你打白金，你白金水平你打黄金，打低分段才会出那种局，很少100局出1局，打低分段都是100局出1局。你有没有能力去杀对面谍？首先你得想有没有能力去杀对面谍，你的伤害对他没威胁，你买个战斧15，对面3件套，你怎么杀他呀？你就是让他切菜的呀！你得知道你在他眼里到底是个什么货色，你得有清楚的自我认知。我那把说那个艾克连缩几次，他不就是那种局吗？我去正路给他送菜的，所以我不去中路，我只管自己发育，等发育到自己觉得差不多满意的样子，我才会去跟他打团。但发育的路上你找我，那才是你的舞台，那个比昨天播一天一架飞机没有，而且昨天我还赢的挺多的，打这个电一大师峡谷的300点的号，我今天一天还赢挺多的，都没怎么输，一架飞机没收。我你妈，是没开摄像头的原因吗？我今天开摄像头会有飞机吗？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。我开摄像头，你给我飞一下吧，你给我飞一下我就开。我播你妈，一个飞机都没有，我播你妈。